重生之末世前一天，我没有囤粮，也没打造庇护所，而是第一时间跑到古玩市场，花光父母所有遗产，买回一件假的离谱的古董。在外人眼里，我就是疯子，可我比谁都清楚，我买的根本不是那件古董，而是它里面夹着的那枚古币。那玩意儿对别人不值一毛，对我却是开局的钥匙。它能唤醒我家祖传的那只碗，让它从土碗变成真正的聚宝盆。一旦认准，我就能拿到一个能升级的随身空间。上辈子我醒得太晚，聚宝盆刚到手就被朋友夺走，我还被人栽赃死的憋屈，那口气我到死都没咽下去。现在我站在阳台边，冷风一吹，记忆又把我拽回那场灾难。这一次我要提前3个月把路铺好。3个月后，特级太阳耀斑爆发，电磁脉冲横扫，卫星坠落，电子设备全瘫痪。紧接着太阳进入虚弱期，全球气温骤降至-50多度，暴风雪把城市冻成冰坨，活物基本全被封死在冰层下。回屋打开保险箱，里面躺着一只土掉渣的碗，坑坑洼洼，怎么看都不像宝贝。父亲遗嘱里特意点名交代，当年我还以为他老糊涂，直到上辈子激活他，我才明白这就是聚宝盆，启动它得靠特定钥匙，那种特殊花纹的古币。上辈子我在城南古玩市场见过，这次不打算等了，分秒必争，早一天是一天。抓起背包塞进聚宝盆，出门开车杀到古玩地摊市场。清早的古玩街像赶集，上百个摊位排开，人声嘈杂。我记得清楚，上辈子就是在这儿，我和周恒一起捡漏到那枚古币。可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古币，真假混杂，只能挨个摊位扒了。找了足足2小时，还是没见到那种花纹。问了一圈才知道，这条街只有周末早上才集中出摊，老板还不固定，心里不由得一沉。错过今天就得等下周末，时间一拖，重生优势得磨掉一大截。眼看快收摊了，只能压住焦躁继续找，手指把铜钱翻得叮当作响，眼睛不敢放松半秒。顾爷，身后忽然有人喊魂似的叫了一声，我眼神骤冷，心中寒意翻涌，这声音死都忘不了。周恒，从初中到高中称兄道弟，末世一起熬了8年，最后把我卖了个杂碎，按住杀意，转身装作平静。周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周恒穿着一身西装走过来，一脸戏谑。我还想问你呢，学霸也来玩古董？他扫了我一眼，满眼酸味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上辈子这时候他就已经看我不爽了，随口敷衍。听说这边热闹，周末来逛逛。正打哈哈，不远处一阵骚动，顺着人群挤过去，前面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骂得口水乱飞，手里挥着一枚古币。死老头！我昨天拿去鉴定了，这就是近代工艺品，你敢卖我10万，今天必须退钱，不退我报警！摊主是个穿粗布衫的老头，手都在抖。真是祖传的，我没骗你。围观的人一脸看戏，周恒凑过来嘀咕：这种闹法隔3差5就来一回，按老规矩买了就不退，哥以前早挨揍了。古玩圈潜规则，买到假货只能认栽当交学费。可看清那枚古币的瞬间，眼神一迷，就是他，能开聚宝盆的花纹。深吸一口气，上前一步，语气尽量随意：兄弟，能让我看看吗？我平时喜欢收集稀奇的钱币，你要是想出手，我可以接。这话一出，旁边立刻有人议论：这小子不傻吧？明摆着假的还买。年轻人叫杜浩，听到有人接盘，眼睛直接亮了，立马把古币塞我手里。古币成色很新，刻着几个怪符号，像电玩城的铜板。别人看一眼就摇头走开，我没管那些。背包里聚宝盆微微发热，没找错，这对我来说不是古币，是救命空间。抬眼问多少钱？杜浩打量我一身行头，张口就来15万，拿走。刚才还嚷嚷退货，这会儿当场抬价。周围人直翻白眼，我淡淡回了句5万。杜浩脸一黑，一把抢回古币。我收过来都10万，你做梦呢？我也不争，转身就走，心里门清，这种人贪得很，我越装不在乎，他越怕我跑了，肯定追上来。果不其然，还没走2步，拦我的却是摊主老头。小伙子，你要这种古币，我这还有一枚8万卖你。老头摸出布包摊开，另一枚古币花纹一模一样，心里狂喜，脸上不动声色。聚宝盆同样有反应，原来这种古币不止1枚。行，这枚我收，当场转账。杜浩在旁边盯着，越看越不对劲，捏着古币，眼神发虚。难道真有玄机？捕捉到他的表情，知道他起疑了。第2枚必须拿到手，越拖越容易出幺蛾子。给完钱提包就走。杜浩果然急了，
追上来拦人。帅哥，我这枚你也要吧？最后磨了半天价，8万拿下。周恒在旁边酸得像嚼柠檬，我懒得理，扭头回家。到家先把门锁死，窗帘拉严，免得动静传出去。聚宝盆激活的动静太大，把微微发烫的聚宝盆摆桌上，塞进第一枚古币。下一秒，聚宝盆悬空，爆出金光，污垢包浆层层剥落，露出真容。紧接着，古币化作金芒，钻进眉心。眼前一花，面板弹了出来。聚宝盆存储空间9立方米，升级所需钱财点1000点。空间真的来了，我压不住笑。9立方米相当于小储物间，除了活物，能塞的都能用意念存取。空间里时间静止，关键是还能用金银珠宝升级。上辈子靠黄金堆空间，可末世第8年，黄金都埋在雪下，连1级都没升满。又看向第2枚古币，会不会有额外能力？把古币贴到眉心，眉心一热，古币消失。面板短暂模糊，重新清晰后，内容变了。聚宝盆存储空间9立方米，物品复制3次，升级所需钱财点1万点，多出来个物品复制，眼睛当场亮了。回卧室翻出父亲留下的5根金条，我手里默念复制，金光一闪，地上叮当一声，多出5根一模一样的金条，大小、重量、质感完全复刻。再扫一眼面板，复制次数从3变成2。这玩意儿不是无限的，按金价5根金条能卖105万，手一抖，资产凭空多了100多万，这能力简直开挂。试着拿复制金条升级空间，面板直接跳红字，复制物品不可用于升级。想钻空子被泼了冷水，只好老老实实拿原本的2根金条去升。数字跳动，面板刷新，存储空间72立方米，升级所需钱财点2000，物品复制2次。升级所需钱财点1万，数值翻倍，体积膨胀8倍，升级成本也跟着翻。2根金条差不多42万，说没就没。换成3年前，连碰升级按钮的资格都没有。父亲意外去世，留下1000万赔偿金和聚宝盆，手里除了房子和几根金条，还有现金1452万。但这点钱在末世不够看，翻出几个房产中介电话拨过去。第一步，卖房，房子靠近市区，地段好。128平，单价早涨到8万，和平年代是保值资产，极寒末世里就是致命的钢筋笼子。南方楼房散热快，防寒差，上辈子亲眼见过，寒潮一来，南方城市冻死的人10有8九。等气温掉到零下5时，钢筋混凝土急冻开裂，1、2年内大片高楼倾倒坍塌。只提2个条件，快出手，全款交付，拖不起也等不起。第2步，换金条。打算把现金全换成金条，用复制把金条翻倍，再把复制品卖回银行。真金条用来为聚宝盆升级空间，房子挂出去，顺路去典当行把复制的5根金条出手，卡里又进105万，钱到账，心里踏实几分。末世里钱是最不值钱的废纸，最值钱的是黄金这种硬通货。折腾完天黑了，在外头吃了顿烤鱼，回家写了份锻炼计划。末世里最先扛不住的是老弱病残，身体底子差，供暖一断，药一断，直接撑不过去。想活下去，得把自己练成能扛能跑的。刚写完计划，手机叮一声，高中同学群跳出消息，发信人正是周恒。哥几个，明晚有空聚一聚吗？花招会所，我把这几个月工资都砸了，也得请你们搓一顿。看着这2行字，想起上辈子很多细节。跟周恒说是同学，其实也就点头之交。真正走近是父亲去世，我拿到天价赔偿金之后，那段时间情绪低落，我突然特别热络，隔三差五喊我出去散心。每次出去玩，周恒都喊穷，最后总是我买单。现在回味过来，他就是把我当提款机。今天在古玩摊花钱的事，估计刺激到他了，迫不及待想宰我一顿。冷笑一声，行，先收点利息。第2天照常晨练，练完列物资清单，极寒末世要用的东西太多，按上辈子经验，把能想到的全写上。下午租了个1000平的仓库，月租6万。仓库是挡箭牌，也是临时据点。物资先运到仓库，趁没人注意收紧空间。每天往家里拉，太容易被邻居盯上。仓库有个小隔间，打算过几天搬过去住。物资安排差不多，天黑了，群里周恒催着出门，磨蹭到快8点才去华朝会所。包厢里周恒、王磊、唐瑶喝的差不多了。唐瑶见我进来，眼睛一亮，脸微红，挽住手臂。野哥，你怎么才来？好久不见，想我没？
长得甜，皮肤白，看谁都想深情。可我知道，他对鱼塘里的鱼都这样。上辈子末世里，他过得比我好多了。周恒神秘一笑：“哥几个，今晚我安排了个节目，让你们开开眼。”不一会儿，4个身材火辣的妹子走进来，心里冷笑：癞蛤蟆长得丑还玩得花。扫一眼桌上酒水，少说1、2万，倒要看他能不能掏出来。周恒端酒冲我笑：“姑爷，这些都是给你和磊子叫的，谢你们当我兄弟，来干一杯。”我连杯子都没碰，我感冒吃了头孢，喝不了，你们随意。他们没多想，继续喝。凌晨1点，桌上全是空瓶，除了我，那3个醉得不轻。唐瑶晃悠着要回家，周恒拍胸口：“我送你。”我点头：“行。”先结账，服务生拿账单进来。今晚消费3万8，抹零后还是3万8。账单递过去，3个人齐刷刷看我，挑眉：“看我干嘛？”周恒不是说他请客？周恒摸摸口袋，又摸手机，尴尬一笑：“糟了，手机没电了。”眼神往这边飘。上辈子我估计2话不说就结了，现在只觉得好笑，对服务生说：“给他拿个充电器。”服务生看周恒的眼神充满鄙视，转身就走。包厢气氛僵住，王磊和唐瑶懵了，他们习惯我买单，没想过我会站着不动。周恒脸色挂不住，强起笑：“顾爷，今晚你先垫一下，下一顿我请，行不？”直接打断：“恒总，今晚是你喊大家出来，你说请客，别告诉我你请客连钱都不带。”周恒笑容裂开，火气上涌：“够了！”他咬牙：“顾爷，我求你先把账结了，有事回头再说。”我冷下脸：“所以你真没带钱？”周恒自尊被摁在地上擦，眼睛红了，硬挤出一句：“那就平摊。”唐瑶当场不乐意：“出来玩，还要我一个女生掏钱？”王磊也皱眉。周恒盯着我，恨不得动手，我不理会，把自己那杯30块的柠檬水付了。周恒瞪大眼：“不是说平摊吗？”我慢悠悠回：“对啊，各付各的。我今晚就喝了一杯柠檬水，监控一查就知道。”钱付完，推门就走，身后3个人僵在原地。服务生补刀：“还差37970元，请结账。”走出会所，整个人舒坦了。回家路上把周恒他们全拉黑，这种账先算一笔。第2天照常锻炼，早餐刚吃完，中介电话来了：“顾先生，我这边有客户想看房，您什么时候方便？”愣了下，这么快？回道：“现在就行。”带人过来。10几分钟后门铃响，开门，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人跟着美女中介陈倩进来。陈倩嘴皮子利索，把房子夸得天花乱坠。我站旁边不插话。看完房，中年男人当场拍板，全款买945万，速度快得离谱。等2人离开，看到那男人对陈倩伸出咸猪手，瞬间懂了，怪不得成交这么痛。银行的到账短信提示音像发令枪，945万。我扫了一眼，心里毫无波动，抓起车钥匙直奔市郊。上辈子在末世挣扎8年，我见过太多人守着一整箱现金，却换不来一块发霉的面包。钱得换成活命的资本才叫钱。车子穿过市区，驶向西山。这里是云城有名的富人区，但我要去的是边缘地带，一片还没完全开发的半山腰。路越开越偏，最后只剩一条蜿蜒的水泥路。我看中的就是这份偏僻。末世一来，人多就是祸害，独门独户才能省去大半麻烦。一栋灰白色的3层独栋别墅，孤零零立在半山腰，背靠山体，面朝小型人工湖，地势高，视野开阔，不用担心暴雪封门，更不怕日后冰雪融化的洪水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别墅带个独立的超大地下室，简直是为饥寒末世量身定做的庇护所。房主是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姓张，挺着啤酒肚，一脸焦躁。我下周就要全家移民，手续都办完了，就等钱到位。顾先生，你要是能全款，价格我再给你让5个点。我急着脱手，连中介都省了，自己在网上挂的房源。我走进别墅，快速扫了一圈，老坯房正好省了敲墙的功夫，方便后期改造。走到地下室入口，一股阴凉气扑面而来，面积足有200平，层高4米，通风系统独立，还有个藏在后院假山后的逃生出口，完美，就这套了。我没废话，880万全款，今天就能签合同。张老板眼睛都直了，没想到遇到这么爽快的买家。他这房子挂了快半年，位置太偏，来看的人寥寥无几。行，就这个价。2人一拍即合，当场找律师拟合同，签字转账。看着银行卡余额清空，我心里反而踏实下来。小顾啊，你这么年轻，买这么大的房子住，准备干啥用啊？张老板办完事心情大好，
随口闲聊。我搞音乐的，准备把这里改造成一个私人录音棚。我抛出早就想好的说辞，这里清静，没人打扰，地下室隔音效果还好，正合适。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要长期囤积物资和改造房屋。搞艺术好，有前途。张老板竖起大拇指，拿着合同心满意足的走了。我刚拿到钥匙，一辆红色保时捷718停在院门口，车门打开，一条修长白皙的腿迈了出来。康瑶，她穿了条米白色连衣裙，长发披肩，画着精致淡妆，手里提着个看着就很贵的保温饭盒。阿野，我听王磊说你把市区的房子卖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真把我给急坏了。他快步走来，语气里全是恰到好处的担忧，眼圈微红。我怕你想不开，找了你好半天，还好周恒说你可能来这边看房子了。我看着他有点想笑，上辈子就是这个女人，在周恒抢走我的聚宝盆后，转头投进周恒怀抱。我被诬陷、追杀，走投无路，冒死回去找他，只求看在往日情分上给点吃的。他却隔着门冷冷地说：顾野，你别来害我了，我们早就没关系了。那份绝情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语气平淡。我担心你啊。唐瑶上前一步，自然地想挽我胳膊，被我侧身避开。他脸上僵了一下，随即笑得更甜。我给你做了便当，你肯定还没吃饭吧？快尝尝我的手艺。饭盒打开，里面是摆盘精致的日式鳗鱼饭和天妇罗，香气扑鼻。我瞥了一眼，没动。有事直说。唐瑶笑容凝固，她没想到我这么冷淡，跟以前那个随叫随到、一掷千金的舔狗判若两人。阿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卖房子的事不顺利，心情不好？他小心翼翼试探，眼睛却瞟向那栋巨大的别墅。听说你卖了1000多万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缺钱的话跟我说，我这里还有一些。说着就去翻包拿卡，真是好一出情深意重的大戏。我心里冷笑，脸上顺着他的话挤出一丝苦涩。我叹了口气，靠在车门上点燃一根烟。别提了，烦着呢。唐瑶一看有戏，立刻凑过去，声音更柔。到底怎么了吗？说出来我帮你分担啊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我猛吸一口烟，吐出烟圈，看向远方。我卖房子是为了一笔投资。投资？唐瑶眼睛亮了。一个私募项目，我一个叔叔介绍的，稳赚不赔。我压低声音，故作神秘，回报率200%。多少？唐瑶声音瞬间拔高，震惊和贪婪几乎写在脸上。他意识到失态，连忙捂嘴放低声音。200%？真的假的？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事？当然是真的。我掐灭烟头，一脸惋惜。可惜啊，这个项目门槛太高了，起头就要1000万。我瞥了唐瑶一眼，露出就差一点的遗憾。我卖了房子，加上手头所有的钱，还差100多万才能凑够。眼看这么好的机会就要飞了，你说我能不烦吗？说完，我烦躁地踢了一脚车轮，演技完美。唐瑶呼吸急促起来，200%的回报率，1000万投进去就是3000万，100多万的缺口。他心里算盘打得飞快，这些年靠着鱼塘管理，他攒了差不多200万私房钱。要是能搭上这趟车，投100万进去，就能翻成300万。这比辛苦吊着那些凯子快多了。他看着我，脑子飞速运转。我在骗他？不像，那懊恼的样子不像是装的。而且我卖了房，手握近1000万巨款，正是最容易头脑发热、相信内部消息的时候。就算有风险，回报也太诱人了。阿野，唐瑶声音甜得发腻，再次贴近我，温热的身体几乎靠在我身上。差100多万是吗？我帮你。他仰着脸，眼睛水汪汪地看着我，满是真诚与奉献。钱不够，我这里有，虽然不多，但100多万还是能拿出来的。你别急，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了。我心中冷笑，鱼儿终于咬钩了。我脸上露出震惊又感动的神情。瑶瑶，我一把抓住唐瑶肩膀，声音颤抖。这可是100多万，不是小数目。为了你，多少钱都值得。唐瑶打断我，语气坚定。我不想看你因为这点钱错过机会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他深情凝视我，好像眼前的男人是他的全世界。我知道，他看的不是我，是那200%的回报率。瑶瑶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我感动地拥她入怀，在他看不见的角度，眼神冰冷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我们之间还用说谢吗？唐瑶靠在我怀里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，仿佛看到了300万在招手。他轻轻推开我，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。这里面有150万，密码是6个8。
你先拿去用。他把卡塞进我手里，动作干脆利落，生怕我反悔。不够的话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握着那张卡，感觉比千斤还重。这上面全是唐瑶的贪婪和愚蠢，上辈子欠我的，这辈子连本带利还回来吧。好，我重重点头，眼眶红了。瑶瑶，等我这个项目赚了钱，我一定风风光光的娶你。我许下上辈子都没给过的承诺。唐瑶笑靥如花，心里的石头彻底落地，成了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不打扰你办正事。目的达成，唐瑶一秒都不想多待，生怕问起项目细节惹我不高兴。你快去把资金凑齐，别耽误了。他坐上保时捷，发动车子前不忘抛个媚眼。等你好消息哦。红色跑车轰鸣一声，绝尘而去。我站在原地，脸上的感动瞬间褪去，只剩一片冰冷。我低头看着手里的银行卡，像看一个笑话。上一世我被周恒和唐瑶联手坑害，死无全尸。这一世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我要让这个女人赔光积蓄，还要背上一辈子还不清的债。搞定唐瑶，我没在别墅多待，开车直奔城西建材市场。这里鱼龙混杂，正规门店少，更多的是蹲路边举牌揽活的野市工队。我目标明确，找个叫老张的工头。上一世末世第3年那个幸存者基地雏形，就是这人带队建的，活漂亮，人硬气，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臭。我在一处乌烟瘴气的茶馆门口停下，推开油腻腻的门帘，劣质烟草味夹着汗臭扑面而来。角落牌桌旁，一个满脸横肉的50岁男人叼着烟，把手里的牌狠狠摔在桌上。妈的，又输了！就是他。我走过去，也不废话，从包里抽出一沓图纸拍在桌上。张工，接活吗？老张抬起布满血丝的眼，吐了口烟圈。什么活？别墅改造，工期1个月，活期。旁边光头牌搭子嗤笑一声：小子，找老张干活，你钱带够了吗？他手艺贵着呢。老张没搭理，慢悠悠展开图纸，只看一眼，眉头拧成疙瘩，再看一眼，直接把烟头摁灭，像看什么脏东西。你这他妈是装修！老张指着图纸嚷了起来。全屋换最高规格的防弹玻璃，内墙加30公分厚的几速板保温层，地下室挖土方，改造成全封闭的恒温种植区，屋顶承重结构全改，铺满太阳能板。我把图纸往桌上一摔，指着我鼻子：你这是在建房子，还是在建王八壳子？周围工人被动静吸引过来，探头探脑。这设计也太变态了，哪有这么搞的？把好好的别墅改成一个闷罐，图啥？我面色平静，图纸就这么画的，你只管干活，能不能做？老张气笑了。能做，当然能做。问题是这么干，房子就废了，结构全毁，美感全无。物业和城建能让你这么搞？你这是违建！他靠回椅子重新点烟，一脸鄙夷。听我一句劝，年轻人有钱别乱烧，这活儿我不接。我不争辩，直接亮出手机银行余额，市场价多少？老张愣了一下。你这工程量，连工带料没个300万下不来。我给你600万。我把屏幕转向他，数字晃眼。现在预付一半300万，完工后再结300万。另外所有工人每人包一个5万的红包。茶馆瞬间没了声，牌桌上的麻将都忘了玩，所有人都直勾勾盯着我的手机屏幕，还有那张年轻平静的脸。300万的工程翻倍给，完工每人还有5万红包。这哪是甲方，这是财神爷下凡。老张嘴里的烟灰掉了一截，混这行几10年，没见过这么砸钱的。他眼神变了，怀疑、警惕，还有藏不住的贪婪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老张压低声音凑过来。你这工程不像是正经人干的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惹了事，想造个地方躲债？我收起手机，我说了，我搞艺术的。我迎着老张的目光解释，我需要一个绝对安静、绝对恒温，完全不受外界光线和声音干扰的创作空间。地下室用来培育一些特殊的发光植物，作为艺术装置。屋顶的太阳能板是为了保证我的设备能24小时不断电。理由听着荒唐，但配上艺术家这身份又显得合理，毕竟有钱的疯子多。老张半信半疑，脸上横肉抽动。就算这样，万一出了事查到我头上怎么办？签免责协议，我早有准备，掏出打印好的文件，所有设计和施工要求都由我个人提出，并承担全部责任。无论发生任何结构问题，或者被邻居举报，被相关部门查处，
都与你和你的施工队无关。我把笔递过去，签了字，350万立刻到你账上，50万是给兄弟们喝茶的定心丸，钱砸得很，理由天衣无缝，责任撇得干净。老张盯着协议，呼吸粗重，身后几个工人眼都红了。5万红包，顶他们大半年苦力钱。张哥，接了吧。是啊，张哥，有着免责协议，怕啥？老张猛吸一口烟，烟头在昏暗中亮得刺眼。最后他把烟头狠狠往地上一摔，脚底板用力碾灭。他妈的！他骂了一句，一把抢过笔，干了！钱给够，别说王八壳子，你就是要我把棺材给你改成复式，老子都给你干出来！签字画押，我当场转账。支付宝到账350万元。到账提示音在嘈杂茶馆里格外清脆。老张看着那一长串零，手直抖，他猛地站起来一挥手，都他妈别愣着了，抄家伙，跟我走！工人们呼啦啦站起，眼里放光，像去打必胜的仗，效率惊人。半小时后，第一辆卡车停在西山别墅院门口，老张带着人迅速涌入这栋即将被开膛破肚的建筑。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他们热火朝天做准备，心里大石落地。堡垒计划正式启动。这时手机震动，微信消息，发信人唐瑶。阿爷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你转过去了，可还是凑不够你说的那个门槛。我刚刚问了周恒，他答应借钱给我了。你别急，我一定帮你把剩下的缺口补上。等我凑齐了钱，就去找你。我看着屏幕，神情冰冷。唐瑶不仅把自己的钱全搭进去，还主动找周恒借。他把我上辈子最恨的2个人，用一根看不见的线牢牢绑在了一起。真好，这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收起手机，看向远方，天色渐晚，山风带凉，一场席卷全球的极寒正在酝酿，而我要在风雪降临前磨好最坚固的利爪与尖牙。唐瑶打来电话时，老张的施工队刚把别墅1楼的承重墙砸开一个大洞，粉尘弥漫，电钻的尖笑声刺耳。阿爷，钱我凑到了。电话那头，唐瑶的声音透着邀功的兴奋，还有掩不住的疲惫。80万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我走到院子外，避开噪音。80万，你之前不是说我故意拖长了音，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失望。哎呀，你别提了，我那张卡里的钱是大额理财，取出来要手续，时间来不及。唐瑶急忙解释，生怕这只快上钩的鱼跑了。这80万是我找朋友借的，还跟周恒借了50万高利贷呢，利息高的吓死人。不过为了你的项目，值了。他特意点出周恒和高利贷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爱奋不顾身的形象，我差点笑出声。周恒的钱，这可真是意外之喜。我忍住笑，换上感动的腔调：瑶瑶，你真是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什么都别说，你快把账号发我，我马上转账。对了，我们是不是该签个协议？这么大一笔钱，我爸妈那边知道了会打死我的。唐瑶看似谨慎，其实就是想把投资落到实处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满口答应，我马上拟一份代持协议，你过来签个字就行。半小时后，唐瑶开着保时捷停在尘土飞扬的别墅门口，他嫌恶的皱眉，踩着高跟鞋小心翼翼绕开地上的碎石，找到了在车里等他的我。我递过去一张刚在路边打印店打出来的 A4 纸，那份所谓的代持协议条款简单到可笑，连甲乙方的身份证号都没写全，更别提公证和担保。唐瑶扫了一眼，看到投资收益按比例分红几个字眼，心就定了一半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200%的回报率，根本没心思细究条款。刷刷2下，他签上名字。好了，我转账了。唐瑶操作手机，随着一声提示音，80万到账。阿爷，项目的事你可一定要上心啊。他收起手机，不放心的叮嘱。放心，我收起那张废纸，一脸真诚。等赚了钱，我第一个就把你的本金和利息还上，1分都不会少。当然不会少，我会在另一个世界连本带利的还给你。送走心满意足的唐瑶，我脸上的温情瞬间消失。我坐回车里，看着手机银行里多出的80万，1秒都没耽搁，直接转入另一张专门采购物资的卡，动作干脆利落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发动汽车，引擎轰鸣盖过身后的施工噪音，朝着下一个目的地疾驰。云城西郊雄狮煤炭厂，这里曾是云城最大的煤炭供应基地，如今像头濒死的老兽，趴在荒草丛生的工业区尽头。高耸的烟囱不再冒烟，传送带锈迹斑斑。厂门口停产清仓，老板跑路的红漆大字宣告着他的末日。我把车停在远处，走进破败的厂区，一个头发花白、
满脸愁容的男人正蹲在磅秤房门口抽闷烟，正是煤炭厂老板李卫国。老板，买煤。我开门见山。李卫国抬起眼皮，有气无力地指了指身后堆积如山的煤堆。要多少自己看，无烟煤1200一吨，先给钱后拉货。这价格在和平年代不算贵，但我知道李卫国现在比谁都急。工厂欠了银行几千万，工人3个月的工资没发，再不回笼资金，他就要变老赖了。价格高了。我摇摇头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软中华，递过去一根。李老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这厂子什么情况我清楚，你现在需要的是现金，一大笔现金，不是守着这堆黑疙瘩慢慢卖。李卫国接过烟，脸色更沉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全要了。我指了指那几座小山似的煤堆，你这里所有的无烟煤，我估摸着怎么也有1000吨吧。李卫国叼着烟愣住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1000吨？你知道那要多少钱吗？你别管我要干什么。我掐灭烟，语气强硬。我只问你卖不卖？我给你一个价，80万。80万？李卫国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一下跳了起来。你怎么不去抢？1000吨煤，你给我80万，1吨才800，我市场价1200。你话没说完，我直接把手机举到他面前，屏幕上是一串0，看得李卫国眼花。李老板，我不是在跟你讨价还价，我声音很冷。你现在把这1000吨煤卖给我，80万现金立刻到账。你可以拿去堵银行的窟窿，可以给工人发工资，保住你最后一点体面。你要是不卖也可以，你继续守着你的1200一吨，看看在你破产之前能不能卖出去100吨。我的话直击李卫国的痛处，他看着我年轻却毫无表情的脸，又看看手机上那串诱人的数字，额头冒汗。80万确实远低于市场价，但这是他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你买这么多煤干什么？我乐意。我收起手机，失去耐心。3秒钟，卖还是不卖？1、2，卖，我卖。在我数到3之前，李卫国吼了出来，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，颓然靠在墙上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李卫国喘着粗气，钱现在就得到账。没问题，我点头。但我也有条件。什么？货不能一次性拉走，从今晚开始，每天晚上10点以后，你安排车分批运，送到城西半山那边的一个仓库。我把早就租好的仓库地址发给他，运费我另算。记住，动静越小越好，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买了这么多煤。李卫国愣愣地看着我，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越来越神秘，但他现在没资格问为什么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交易达成，我当场转账。看着手机里收到的80万巨款，李卫国眼睛都红了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。这时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姓顾的，花朝会所那笔账我记着呢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号码虽然陌生，但这语气，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。周恒。我冷冷一笑，我看了一眼刚刚清空的账户，那里面有50万，正是眼前这个发短信威胁我的人，通过高利贷赠予我的，用仇人的钱买自己过冬的煤，用仇人的钱打造末日的堡垒，这感觉妙不可言。我懒得回复，直接拉黑删除，像碾死一只嗡嗡叫的苍蝇。小兄弟，合同签好了。李卫国拿着购销合同走过来，脸上挤出笑容。放心，运输的事我亲自安排，保证给你办的妥妥当当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拿了钱，他的态度热情了许多。我点点头，正准备离开，李卫国像是想起了什么，随口说道：说来也怪，今年这行情真是邪门，我这厂子快半年没开张了，就这个礼拜突然来了好几波人买煤，而且都要的多，还都神神秘秘的。我刚迈出去的脚骤然一顿，我转过身，眼神锐利。哦，还有其他人？是啊。李卫国没察觉异样，自顾自地说着。前天来了2个，昨天又来1个，都跟你一样，话不多，给钱痛快，就要无烟煤，还要求晚上偷偷运走。我寻思着，这天也没冷啊，怎么一个个都跟要过冬似的，疯狂囤煤，难不成要变天了？李卫国最后一句是开玩笑，但听在我耳朵里却让我心头一震。我表情未变，心却沉了下去。还有其他人也在秘密囤积物资，难道还有别的重生者？还是说国家机器已经察觉到了什么，正在用非官方渠道悄悄做准备？不管是哪种可能，都意味着这场末日的牌局上不止我一个玩家。时间比我想象的还要紧迫。李卫国这话让我心里一沉，脸上却不动声色。难道重生的不止我一个？念头刚起就被我掐灭。不管有多少人知道真相，我都得跑在最前面。也许吧，我回了一句，
转身大步离开。时间比我想的更紧，出了煤炭厂，我脚不沾地，开车跑遍了云城周边10几个加油站，每次只提4、5个油桶，借口是给工地发电机加油。工作人员看我开豪车，说话客气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一下午蚂蚁搬家似的，硬是囤了2吨柴油，油分批存在几个短租仓库，狡兔3窟。但这还不够，发电机才是大头，普通家用的极寒天气下根本扛不住，我要的是工业级猛兽。天黑透了，我拐进一条没路灯的背街，这是云城黑市专卖来路不明的工业设备，空气里全是机油、铁锈和劣质酒精味。我熟门熟路进了一家挂着老炮机修招牌的铺子，一个独眼龙正在擦巨大的活塞，头也不抬。要什么？2台10千瓦以上的精英柴油发电机，要军工级或者进口的，质量稳定。我直接报需求。独眼龙停手，抬起那只独眼打量我。有倒是有，价格可不便宜。带我去看货。独眼龙领着我穿过杂物堆，来到后院，2个庞然大物卧在角落，墨绿外壳印着洋文，看着就结实。德国货，部队淘汰下来的，保养不错，1小时满载耗油也就2升。独眼龙拍拍机器外壳，砰砰作响。旁边还有2个5吨的储油罐，你要的话可以一套带走。我眼睛亮了，简直是量身定做。多少钱？发电机1台30万，储油罐1个5万，一套70万，不还价。独眼龙比了个7的手势，这价格比市价高了1倍不止。但我眼都不眨，我现在只缺时间，钱算个屁！我要2套。我掏出黑色旅行袋拉开，全是成捆现金，140万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今晚12点前送到这个地址。我递过去一张纸条，独眼龙看着那一袋子钱，眼里满是贪婪。做这行这么久，没见过这么爽快的。没问题，老板你放心，12点前保证给你送到。交易完成，我转身就走。我没注意，不远处昏暗角落里，一双怨毒的眼正恶狠狠盯着我。杜浩，那个卖古币的贩子，今晚本来想讨点便宜电子零件，没想到碰上我，更没想到我扔100多万现金，跟扔垃圾一样。100多万！杜浩心头猛地一紧，想起自己为了几万块点头哈腰，费尽口舌，这姓顾的小子眼都不眨，凭什么？上次那枚古币绝对卖亏了，这小子是捡了自己的漏才发的横财，妒忌瞬间烧光了理智。杜浩看着我走出黑市，悄悄掏出手机。喂，彪哥吗？我杜浩啊。杜浩压低声音，语气又阴又狠。有个活儿，一个开着霸道的肥羊，身上现金少说上百万。对，就他一个人。好，我在巷子口等你们。挂了电话，杜浩戴上帽子跟了上去。深夜11点，城西废弃仓库区，我站在仓库中央，周围全是刚到的大家伙，2台德国军工发电机，2个巨型储油罐，加上李卫国送来的50吨无烟煤。我伸手摸了摸冰冷的煤块，心念一动，眼前的黑色小山金属怪兽凭空消失。我意识沉入聚宝盆空间，原本空旷的土地上堆起了2座黑山，一座煤炭，一座粮食。2台发电机和储油罐立在旁边，我把所有柴油注入储油罐，看着液位数字攀升，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涌遍全身。这才是末世活下去的本钱，这才是复仇的底气。我锁好仓库门，步行离开。出了仓库区，拐进一条通往主干道的窄巷，刚进去我就感觉到了身后有脚步声，不紧不慢，像猫捉老鼠。我冷冷一笑，我不回头也不加速，依旧不疾不徐往前走。巷子很深，7拐8绕，我故意选了个死胡同。走到尽头，我转身，巷口5个身影堵住了光，为首那个瘦得像竹竿，一脸病态潮红，正是杜浩。身边4个壮硕混混拎着钢管棒球棍，面露凶光。杜浩拍着手走出来，笑得阴恻恻。老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他上下打量我，像看落网的猎物。你说巧不巧，我刚觉得上次那笔买卖做亏了，想找你聊聊，就碰上了。一个黄毛用棒球棍敲手心，砰砰闷响。小子，别废话了，我大哥跟你说话是给你脸了。识相的，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再把你那辆霸道车的钥匙留下，我们可以考虑让你少吃点苦头。另一个满脸横肉的晃晃钢管，呜呜作响。我目光越过他们，落在杜浩脸上，目光冰冷。你想要什么？杜浩以为我怕了，笑得更得意。很简单，他伸出一根手指。上次那枚古币，我回去查了，最少值这个数。他比了个100万。我这人做生意讲究公平，让你赚了钱，我也不能亏本。杜浩阴笑着，声音在巷子里回荡。老板，上次古币卖亏了，补点差价呗。杜浩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，透着一股猫捉老鼠的得意。他身后几个混混一脸坏笑，手里的钢管和棒球棍在昏暗中晃着寒光。小子，听见没？
我大哥让你补差价。黄毛混混拿着棒球棍一下下敲着墙壁，水泥渣子直往下掉。另一个壮汉捏着拳头，关节咔咔作响，一步步逼近。把钱和车钥匙留下，我们可以让你自己走进医院。巷子里静得吓人，只剩下沉重的脚步声。我靠着冰冷的墙面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我没看那些逼近的混混，目光只落在杜浩那张贪婪的脸上。你确定？我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却透着股冷意。杜浩愣了一下，随即感到一阵羞辱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装？给我上！杜浩吼了起来，面目狰狞。打断他的腿，我看他还怎么狂！话音刚落，离得最近的黄毛和壮汉同时动手，举着家伙恶狠狠地朝我砸过去。就在钢管快要砸到身上的瞬间，我动了。我只是随意地抬了一下手，没人看清怎么回事。我的右手凭空多出了一个黑色的小喷雾罐，一道浓烈的白色雾气精准地喷向冲在最前面的两人。惨叫声瞬间响起，黄毛和壮汉像是被火烧了眼睛，扔掉武器，双手捂着脸，在地上痛苦翻滚。我的眼睛啊！什么东西？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剩下的人全都懵了。杜浩脸上的笑容僵住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个打手瞬间废了。你他妈用了什么？回答他的是我的第二次出手。我左手一扬，一个白色塑料袋飞上半空。不等杜浩看清，我手腕一抖，一枚石子精准击中塑料袋，砰！袋子凌空炸开，一大捧白粉瞬间笼罩了整个巷子。石灰粉！操！眼睛睁不开了。剩下的两个混混也被迷了眼，呛得眼泪鼻涕直流，捂着眼睛胡乱挥手，彻底乱了套。前后不过2秒，4个壮汉全部倒地，而那个喷雾罐和塑料袋早已被我收回聚宝盆空间。巷子里只剩下我和呆立当场的杜浩。杜浩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完全搞不懂刚才发生了什么。罐子和袋子哪来的？变魔术吗？恐惧顺着脚底板直冲脑门。看着一步步走来的我，他双腿一软，本能的后退2步。你别过来！我没理会，上前一脚正中杜浩胸口。轰！杜浩像个破麻袋一样飞出去，后背重重撞在墙上，疼得眼泪直飙。不等他挣扎，我已经欺身而上，一脚踩住他的手腕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东西呢？什么东西？杜浩疼得龇牙咧嘴，还在嘴硬。我懒得废话，脚尖猛地用力。杜浩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手腕钻心的疼。你身上那块玉，我说，他彻底崩了。在我内侧口袋里。我蹲下身，无视杜浩的哀嚎，伸手在他怀里摸索。很快我摸出了一件冰凉坚硬的东西，一块玉佩，通体翠绿，色泽温润，昏暗中依然透着宝光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玉佩样式古朴，刻着繁复的云纹，就是它。我呼吸一顿，上一世末日降临，秩序崩塌。杜浩就是靠这块祖传玉佩，从一个大人物手里换到了顶级避难所的门票，安稳度过了最艰难的几年。而那时的自己，正像条狗一样在冰天雪地里抢食，没想到这辈子落到了我手里。就在这时，被剧痛激红了眼的杜浩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他完好的那只手猛地从腰后掏出一把弹簧刀，狠狠扎向我大腿。我跟你拼了！刀锋寒光一闪，但我比他更快。只见我右手一翻，前一秒还空着的手，下一秒赫然多了一块厚实的红砖。这块砖头出现的毫无征兆，就像直接变出来的一样。杜浩刺出的刀将在半空，他的眼睛瞪得滚圆。砖头？砖头？哪来的砖头？没等他想明白，我手里的砖头已经狠狠砸下，砰一声闷响，红砖擦着杜浩的脸颊，重重砸在耳边的水泥地上，碎石飞溅，划破了杜浩的脸，拉出几道血口子。杜浩整个人都吓傻了，砖头砸下来带起的劲风，刮得脸生疼。这要是砸在头上，一股热流顺着裤裆淌了下来，骚臭味瞬间弥漫。杜浩吓尿了，我站起身，嫌弃地退后一步，收好玉佩。我低头看着地上抖成筛子、屎尿齐流的杜浩，眼神像在看垃圾。两清，丢下这2个字，我转身就走，头也没回。巷子里只留下5个瞎眼的混混和一个瘫在尿水里的杜浩。我走出巷子，回到路灯下，晚风带着凉意。我拿出那块玉佩，握在手心，触手冰凉，却又透着股温润的灵气。就在指尖完全包裹住玉佩的瞬间，脑海深处猛地爆发出一阵剧烈震动，那是与它融为一体的聚宝盆空间在共鸣。紧接着，一道耀眼的强光在脑中炸开，光芒盖过了烈日，吞噬了所有的感知。我脚步一顿，僵在原地，一个清晰的声音响彻脑海：空间要升级了。
我掌心的古朴玉佩瞬间变得滚烫，那不是烫手，是灵魂在战栗。玉佩没碎，直接化作一捧翠绿的光点，像活的萤火虫，顺着我的掌心钻了进去。下一秒，我眼前一黑，意识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强行拖进了聚宝盆空间。空间在剧烈扩张，大地在震动延伸。原本一眼到头的土地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着无尽黑暗疯狂蔓延。头顶灰蒙蒙的天空被撕开，变得更高更远。原本堆积如山的煤炭和粮食，在这场巨变中缩成了2座不起眼的小土丘。10倍，空间足足扩大了10倍。原本100立方的储物空间暴涨至1000立方，一个篮球场大小10米挑高的巨大空间。我还没回过神，一股全新的信息流如同醍醐灌顶般涌入脑海，没有文字，也没有声音，那是一种全新的本能、能力、危险感知，能预判方圆10米内所有针对自己的恶意，以及即将到来的天灾。我猛地睁眼，我依旧站在路灯下，两手空空，好像刚才的一切全是幻觉。闭上眼，我尝试催动那股新生力量，一瞬间，世界变了样。行色匆匆的路人，呼啸而过的汽车，甚至墙角觅食的野猫，都覆盖上了一层淡淡的颜色。大部分是代表平静的白色和蓝色。骑电瓶车的男人因为堵车心烦意乱，头顶飘着一团焦躁的黄。边走路边打电话吵架的青年，身上是愤怒的红。情绪驳杂，但都与我无关。我的意识像张无形的网向外铺开。忽然，我捕捉到了一丝极淡却无比清晰的黑色。街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车里有个男人正透过车窗阴冷地盯着我。我甚至能看到那股恶意像滴进清水的墨汁，在感知世界里晕染开来。我转过头，目光精准地撞上那个男人。男人没想到会被发现，浑身一僵，立刻移开视线，发动汽车仓皇逃离。我没追，我站在原地，感受着新能力带来的巨大变化。这不光是预知，这是抢占先机。有了它，在即将到来的末世里，任何针对我的阴谋诡计都将无所遁形。收回心神，我驱车返回半山别墅。天彻底黑了，别墅区笼罩在一片诡异的霞光中。那晚霞不正常，透着病态的紫红光晕，像天空被打出了一块巨大的淤青。老张的施工队收工了，只留他一人在做收尾检查。小顾老板，你看看。老张一见我就迎上来，满脸得意。外墙全部加固完毕，防弹玻璃也装好了。这围墙别说人了，就是开辆车来撞也得掂量掂量。整栋别墅已经变成了一座灰色钢铁堡垒，窗户全换成了厚重的防弹玻璃，外墙浇筑双层钢筋混凝土，3米高的院墙预留了电网接口，看着就硬实。我绕着别墅走了一圈，没说话，开启危险感知，感知世界里整座别墅都被一层厚实的代表安全的蓝色光晕笼罩，坚固可靠。可走到别墅西南角时，我脚步猛地一顿，那是围墙拐角紧挨着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榕树。在这片区域，蓝色光晕明显薄弱许多，甚至在墙体与树冠连接的点上渗出了一丝代表漏洞与威胁的淡红。肉眼看那里没毛病，但在危险感知下，这就是个致命死角。老张，我指着那个角落，语气没得商量，这3米墙明天全部敲掉。老张愣住，老板，这墙刚砌好啊，结实得很。敲掉，我声音冷了下来。地基往下再挖2米，用最高标号的钢筋混凝土重新浇筑。我抬头看向探入墙内的榕树枝桠，树冠上方拉3圈高压电网，墙头内外再给我加装2套红外对射报警器，直连别墅的安防主控室。老张彻底懵了，他张了张嘴，忍不住吐槽：老板，您这是要干嘛呀？又是挖地基，又是拉电网的，咱们这是装修别墅，不是在修监狱啊，有这个必要吗？谁会费这么大劲来闯这里？我没解释，我指了指头顶那片诡异的紫红天空。老张，你看这天色，声音平静，却带着股让人心悸的力量。不对劲。防患于未然。这时，老张放在旁边的手机亮了，弹出一条新闻。手下的年轻工人好奇点开，播报源自正枪源的声音响起。最新消息，受罕见地磁暴影响，全球多地高纬度区域出现绚丽极光现象。我国漠河、新疆北部等地也观测到罕见的红色与绿色极光。屏幕上闪过一张张世界各地的照片，天空被撕裂成诡异、流动、五彩斑斓的幕布，瑰丽又妖异。其中一张的天空颜色正和他们头顶这片紫红晚霞一模一样，
天文学家表示，此次地磁异常规模空前，具体成因仍在紧急调查中，请广大市民无需恐慌。老张看看手机上妖异的极光，又看看头顶压抑的天空，最后看向我那张平静无波的脸，一股寒意毫无征兆地从尾椎骨窜上后脑勺，他莫名打了个哆嗦。我明白了，老板。老张声音发干，再没半分质疑。明天一早我就带人过来，保证给您弄得妥妥当当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进屋。空旷的客厅里弥漫着水泥和灰尘雾。我站在巨大的防弹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沉寂的夜色，一种掌控一切的安全感油然而生。手机震了一下，唐瑶发来的信息：阿爷，我的投资什么时候能看到收益啊？周恒那边催利息催得紧呢。我看着那个亲吻表情，冷笑了一声，手指轻点，迅速回复：快了，大惊喜马上就到了，发送成功。我放下手机，看向窗外，院子里那棵百年榕树在夜色中安静伫立。忽然，一片树叶脱离枝干，它没随风飘，反倒在死寂的空气里打着旋，轻飘飘地落了下来。那是一片枯黄的叶子，边缘蜷曲，脉络干瘪，透着死亡的气息。现在才出相，一夜无话。次日清晨，第一缕霞光刚穿透防弹玻璃，我就已经站在了别墅地下室。这里被老张的施工队彻底改造过，墙壁、天花板加固了防水隔音层，通风系统直连隐蔽的外部换气口，是这座末日堡垒的心脏。我心念一动，几箱崭新的设备凭空出现，拆开包装，架设金属支架，固定大功率植物生长灯。紫红色的灯光一亮，整个空间像极了科幻电影里的异星基地。接着是无土栽培系统，铺设营养液循环管道，摆放白色种植槽。做完这些，我从空间里取出几包种子，速生生菜，特抗含菌菜。这是末世初期最快能搞到的维生素。我把种子撒入浸透营养液的育苗机制，动作麻利。几个小时后，最后一盏灯调试完毕，地下生态园初具雏形。我站在紫红色的光芒里，仿佛看到了几天后冒出的星星点点绿意，那是生命的颜色，在未来比黄金更奢侈。没多停留，我转身走向地下室另一角，那里矗立着一台体积庞大的顶级净水系统。这玩意儿能处理包括重金属、核辐射在内的几乎所有污染物。我把它连上深层地下水井管道，又接通了屋顶的雨雪收集装置，一套完美的水资源闭环系统搞定。拧开阀门，启动机器，嗡嗡的低鸣声中，指示灯亮起，清澈的水流顺着观察管涌出。我伸手接了一捧，水质冰凉，入口微甜。我不浪费，直接把出水口连进自己的聚宝盆空间，意识沉入空间，凭空构想出一个标准游泳池的轮廓。下一秒，一个巨大的白色池子在空地上成型，纯净水从虚空中涌出，瀑布般砸入池底，哗哗作响。看着水位上涨，我心里的安全感再次暴涨。食物、水、能源、生存三要素牢牢握在手中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打断了我，与其说是按门铃，不如说在砸门。我眉头微皱，意识回归。监控里，一个穿廉价西装、头发梳得油亮的瘦高中年男人，正一脸不耐烦地站在门口。物业经理。我关掉设备，上楼开门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物业经理，我姓王。王经理板着脸，审视地打量我，又探头往院子里瞅。你就是新业主，知不知道你这施工动静太大了？物业接到了好几户投诉。语气里全是居高临下的质问。还有，你这个外墙改造，还有院墙加高，都属于违章建筑，按规定必须全部拆除，恢复原样。王经理下巴抬得老高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。我静静看着他，在危险感知视野里，这人头顶除了代表烦躁的黄色，更多是一团代表贪婪的蠕动黑气。不是来解决问题的，是来要好处的。拆除。我面无表情地重复。对，必须拆除。王经理以为镇住了场子，气焰更嚣张。不然我们就上报城管，强制执行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回屋。王经理以为我怕了，得意地笑了。年轻人有钱又怎么样，还不是得乖乖听话。下一秒，我走了出来，手里没拿文件，拎着个黑色塑料袋，随手丢在王经理脚边，袋口敞开，露出20沓崭新的红票子，还有2条硬壳华子。这里是20万。我语气平淡，10年的物业费我预缴了，剩下的王经理辛苦一趟，喝杯茶。王经理脸上的表情僵住了，他死死盯着袋子里的钱和烟，狠狠咽了口唾沫。10年物业费，这别墅1年物业费才1万多，这小子眼都不眨就扔出20万，这不合规矩。王经理嘴上说着，眼珠子却像粘在袋子上一样。
我看穿了他的虚伪，上前一步凑到他耳边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我喜欢安静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”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冷意。王经理，我这墙隔音不太好，有时候我能听到一些不该听到的声音。王经理身体猛地一僵，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。他听懂了，这是敲打，也是警告。他飞快弯腰捞起塑料袋，动作熟练的像演练过无数次。官腔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极度谄媚的笑脸。哎呀，顾先生，您太客气了。他抱着袋子，腰弯得很低。刚才跟您开玩笑呢，您这种注重隐私的优质业主，我们物业绝对全力支持配合。我指着那坚固的围墙，竖起大拇指。这哪是违建，这是艺术，是安全感的体现。我马上去跟其他业主解释，让他们别大惊小怪。顾先生放心，以后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，保证不会再有不长眼的人来打扰您。说完，他抱着袋子点头哈腰的退出去，生怕多待1秒都是冒犯。我看着他仓皇的背影，眼神冰冷。卧室里钱就是废纸，但至少现在他还能解决很多麻烦。与此同时，云城市中心某高档公寓气氛压抑，唐瑶蜷缩在沙发角落，脸色煞白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对面周恒大马金刀的坐着，身后站着2个黑衣保镖。我手里把玩着纯金打火机，盖子开合，发出咔嗒咔嗒的脆响，每一声都重重敲在唐瑶心坎上。小瑶啊，周恒终于开口，声音温和，却让唐瑶抖得更厉害。你说的那笔投资快1个星期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他抬眼看向唐瑶，目光里没了往日的痴迷，只剩下审视和不耐烦。我那50万不是小数目，每天的利息都在涨呢。恒哥，你再等等。唐瑶带着哭腔。阿野他说很快就有回报了，是个大惊喜。大惊喜？周恒冷笑，打火机啪的合上。我等不了了，现在就要钱。他起身逼近唐瑶，要么现在把50万连本带利还给我，要么……目光阴狠地扫过唐瑶漂亮的脸蛋和身体。你就用别的方式来还。唐瑶吓得浑身冰凉，他知道周恒是什么人，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早有耳闻，真落到他手里，比死还难受。不要！唐瑶惊慌后缩，脑子飞转寻找救命稻草。对了，顾野都是他，如果不是顾野，自己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恶毒的念头疯狂滋生。是顾野，钱都在他那里。唐瑶尖叫起来。他骗了我，也骗了你。他拿了你的钱，根本没去投资，而是去半山买了一栋大别墅。周恒脚步一顿，眯起眼睛。别墅？对。唐瑶连滚带爬冲到桌边，翻出手机照片，那是之前私家侦探拍的。照片上正是我那栋施工中的钢铁堡垒。就是这里，云顶山庄 A01栋，他把所有钱都砸进去了，把那里改得跟个乌龟壳一样。为了让周恒相信，他添油加醋的喊：“他说末日要来了，要把那里打造成避难所。他就是个疯子。恒哥，钱都在他那儿，你去找他，他肯定有钱。”周恒看着照片上造型夸张的灰色建筑，眼神变得贪婪起来。能花这么多钱装修，说明那小子手里不止500万。末日避难所。周恒念叨着这几个字，脸上浮现出残忍的笑意。他拍拍唐瑶的脸，力道不轻不重。很好，要是你说的是真的，这次先放过你。周恒起身，对着保镖一挥手，叫上兄弟们。周恒穿上外套，眼神凶狠。去云顶山庄拜访一下我们这位准备过冬的顾先生。几辆黑色商务车呼啸着冲出地库，朝着半山别墅疾驰而去。夜色渐浓，几辆黑色商务车像嗅到血腥味的野兽，咆哮着冲上云顶山庄盘山公路。刺耳的刹车声划破别墅区的宁静，车门猛地推开，10几个手持棍棒的黑衣壮汉跳下车，煞气腾腾。周恒走在最前面，扯了扯领带，目光阴冷地盯着不远处那栋灰色钢铁堡垒。就是这。唐瑶被2个保镖半推半架着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哆嗦着点点头。对，就是 A01栋。周恒冷哼一声，一挥手，去叫门。一个光头壮汉立刻上前，对着可视对讲机旁边的门铃用拳头狠狠砸了下去。沉闷的撞击声在夜里回荡，挑衅味十足。别墅内，餐厅灯火通明，我切下一块西冷牛排送进嘴里，面前墙壁挂着巨大的显示屏，分屏显示着别墅4周的监控画面，其中一个画面正是门口那群不速之客。周恒的脸在镜头下显得尤为狰狞，唐瑶像只受惊的鹌鹑缩在后面。我慢条斯理地吃着，顺手给自己倒了半杯红酒。里面的人听着，开门！操你妈的，
再不开门，我们把这门给你拆了！周恒推开砸门的壮汉，凑到摄像头前，手指下意识整理了一下领口。老顾，是我，周恒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刻意压低了几分，带着一点别扭的熟络。同学一场，兄弟一场，开个门，我当面跟你说两句。他身后有人不耐烦地啐了一口，棍棒敲在台阶上，咚地一声。周恒的眼角抽了一下，回头瞪了那人一眼，又转回镜头，语气硬了半分：别让我难做。你也知道，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。我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，按下通话键，声音通过门口扩音器传出，平淡清晰，不方便。周恒脸上的表情明显僵了一瞬，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。身后的打手们立刻起哄：操，这小子挺狂啊！恒哥，别废话，直接撞门！周恒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目光阴沉，声音压着火，却仍旧叫着旧称呼：顾爷，你真要这样？你要是不开门，我在他们面前下不来台，到时候闹起来，谁都守不住。我喝了一口红酒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周恒，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？周恒一愣，像是被投资2个字戳到了痛处，眼神瞬间更冷。我不跟你讲这些，我投了50万，现在就要看到钱。我声音带上嘲弄：钱？你是不是忘了？我们签的是封闭式基金项目。什么狗屁基金？顾爷，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。项目正在封闭期，现在撤资，按照合同1分钱都没有。我声音平稳：别急，再等1周。1周后项目第1期结算，你的50万翻倍。周恒的呼吸明显乱了一下，翻倍，50万变100万。他眼里的怒火被更炽热的东西顶开，那是贪婪，还有一丝被逼到悬崖边的挣扎。你他妈1周翻倍，顾爷，你当我傻？信不信由你。门就在这，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撞开，或者你也可以回去，1周后再来拿你的100万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就动手，合同自动作废，我们2清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通话。监控画面里，周恒表情阴晴不定，我从他那副神色里看得出，100万的诱惑像个巨大的钩子，牢牢勾住了他。他明明在犹豫，却又舍不得那笔利润，眼神在门和人之间来回扫，像是在赌，万一是真的呢？这小子花这么多钱把别墅改成乌龟壳，说不定真有什么发大财的路子。恒哥，还撞吗？周恒的眼神在紧闭的大门和唐瑶惨白的脸上来回扫视，他需要一个发泄口，也需要一个台阶下。啪！一声清脆的耳光，周恒反手一巴掌，狠狠抽在唐瑶脸上。唐瑶被打得一个趔趄，嘴角渗出血丝，耳朵嗡嗡作响。贱人，你把我拖进这摊事，害我对兄弟下不来台。他把所有怒火和犹豫都归咎到了这个女人身上，转过头对着手下们吼道：都他妈看什么看？收队，带上他。2名打手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唐瑶，像拖麻袋一样往车边拽。唐瑶踉跄着想挣扎，下一秒就被粗暴塞进黑色商务车，车门砰的一声关死。周恒脸色阴沉，甩了甩手腕，转身钻进车里。几辆商务车迅速掉头，引擎轰鸣，绝尘而去。别墅门口很快空了，只剩下被风卷起的血沫和一串凌乱的脚印，很快也被夜色吞没。别墅内，我吃完最后一口牛排，将餐盘放进洗碗机。我关掉监控屏幕，毫不在意，走到客厅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那片病态的紫红色夜空，一切都在按照我的剧本上演。突然，一阵毫无征兆的剧痛猛地刺向眉心，那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尖锐刺痛。危险感知，自获得这个能力以来，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反应。那股警兆来自四面八方，来自头顶，来自脚下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将在下一秒变成一个充满恶意的炼狱。天灾！我瞳孔骤然收缩。就在这时，客厅里原本播放财经新闻的电视屏幕突然一闪，画面被强行切断。一阵急促的紧急蜂鸣声响起后，一个神情凝重的男主播出现在屏幕上。紧急插播，一则全球同步快讯。主播的声音因为紧张有些急促，面前的稿子似乎也是刚刚拿到。据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监测显示，太阳表面发生了一次 X28级的超强耀斑爆发，其伴随的日冕物质抛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向地球。电视画面切换，一段由太空望远镜拍摄的模拟动画出现，一颗巨大的火球从太阳表面猛烈喷发，
裹挟着亿万吨的带电粒子，形成一股毁天灭地的风暴，直扑那颗蔚蓝色的星球。主播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无法掩饰的颤抖。预计该高能粒子流将在12小时后抵达地球，届时将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超强地磁暴。专家预测，全球所有在轨卫星将面临瘫痪风险，地面通讯系统、电网系统、金融系统将可能出现全球性、长时间大规模中断，请所有公民立刻……主播的话还没说完，电视屏幕突然闪烁一下，滋啦，画面扭曲，声音消失，屏幕变成一片刺眼的雪花，刺耳的电流声响彻空旷的别墅，全球同步快讯断了。我站在原地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根本懒得看那台废铁电视。眉心危险感知带来的剧痛，就是最精准的倒计时。还有12小时，那是主峰的时间，前锋扰动随时可能先砸下来。真正的准备从来不在倒计时开始时才做，那叫赌命。我吐出一口气，心里没半分紧张，反倒静得可怕。时间开始了，我转身走向地下，指纹、虹膜、机械旋钮、双重密码，3道门依次打开，厚重的合金门在身后合拢，发出让人心安的闷响。地下仓库的灯光亮起，一排排货架像军队列阵，整齐的几乎强迫症。米面、油、罐头、冻干、压缩饼干、盐糖、调味料、维生素净水片、药品、一次性手套、备用滤芯、电池、燃油，全部按类别分区，箱体上贴着日期和编号。这些东西不是今天才有的，1周前危险感知第一次像针一样刺过我的眉心，不强烈，却足够让我明白，真正的灾难不是会不会来，而是什么时候来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开始按3层结构囤积。第1层，长期活命，我不追求花哨，只追求能活，能量密度高，保质期长，易储存、易分配的东西，占了仓库的半壁江山。第2层，中期舒适，冷冻肉类、速食、咖啡茶、酒、零食、调味料、火锅底料，这些不是必需品，却能把活着变成活得像个人。第3层，短期情绪，末日当天我要吃的不是够不够，而是爽不爽。小龙虾、啤酒、牛排、芝士、甜品，它们被我真空封装，整齐码在低温柜里。我拉开其中一台冷柜，冷气扑面而来，里面的真空袋像一块块透明的砖，红亮的小龙虾，肥厚的牛排，油脂分明的肉排，安静地躺着。我笑了笑，外面的人会为了最后一袋大米打破头，而我只需要做最后的盘点和转运。我拿出清单，一项项核对数量、保质期、分区、备用替换。确认无误后，我意念一动，一箱箱真空袋、冻干包、罐头、药品、净水片像被无形的手托起，消失在空气里，进入聚宝盆空间。空间里时间静止，热时不会凉，冷链不会坏，药品不会失效。我只要把分类做清楚，未来的每一天都能按计划取用。最后，我把短期情绪的一部分单独放进取用区。今晚我要开封一份，不是因为来不及囤，而是因为从今往后，外面的世界不配让我再为一口吃的奔波。我关上冷柜，回到监控室。山下已经乱了，街道上的车越来越堵，喇叭声响成一片，人们从写字楼和家里涌出来，疯了一样冲向超市和加油站。恐慌开始了。我冲了杯手磨咖啡，坐进真皮沙发，目光落向山下主干道。超市门口乱成了一锅粥，人们推搡嘶吼，疯抢物资，冲突爆发了。中年男人刚抢到最后一袋大米，就被旁边的壮小伙一脚踹倒。小伙抢过米袋就跑，中年男人爬起来，眼珠子通红，抄起板砖嚎叫着追上去。另一个画面里，女人因为几瓶矿泉水被围攻，哭喊声在混乱的人潮里根本没人理。暴力、抢夺，灾难还没真来，人性就先崩了。我静静看着，眼神像在看一部乏味的黑白电影，没怜悯，没同情，心如止水。晚上10点，我完成最后一项检查，院门锁芯、电源切换、新风过滤、蓄水压力、备用燃油、服务器温控、外部传感器回传，全部正常。我来到玄关总控室，揭开红色按钮的透明盖子，一指头按了下去，电击声响起。院门外厚达30厘米的合金大门缓缓闭合，咔嚓一声巨响，16根碗口粗的锁芯弹出，狠狠嵌入墙体。紧接着，防爆卷帘窗猛然落下，
封死所有窗户。最后一声闷响落下，整栋别墅彻底隔绝，光透不进来，声音传不出去，这里成了一座孤岛。室内灯光自动调节，新风系统嗡嗡轻响。我回到客厅，恒温26摄氏度。我穿着短袖短裤，光脚踩在羊毛地毯上。我从取用区拿出一份真空小龙虾，撕开封口，倒进锅里加热。锅盖掀开的瞬间，麻辣鲜香铺满整个房间。我又从酒柜里拿出一罐冰啤酒，啪的一声拉开拉环，大电视上正放着《荒野之息》，悠扬的背景乐和窗外那片越来越诡异的紫红色夜空，完全是两个世界。我夹起一只油亮的小龙虾塞进嘴里，麻辣鲜香，再灌口冰啤，浑身舒爽。这确实是最后的晚餐，不是因为买不到，而是因为从今往后外面的秩序会死，而我已经不需要它了。我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，享受末世前最后的宁静。聚宝盆里堆满物资，地下生态园种好了种子，蓄水池存满了水，发电机组待命，万事俱备。就在这时，眉心的刺痛达到顶峰，我猛地睁眼看向屏幕，紫红色的天空瞬间变黑，深邃粘稠，像一片无底的深渊。极致的恐惧瞬间笼罩了所有人，街上的斗殴停了，所有人抬头，惊恐地望着天空。下一秒，全世界的灯光瞬间熄灭，就像被人按下了总开关，山下璀璨的灯海刹那间消失，路灯、车灯、广告牌、窗户，所有的光都没了。监控室里除了核心服务器显示外界画面的屏幕齐刷刷黑屏，黑暗降临。别墅备用电源启动，灯光闪烁一下恢复正常，反倒衬得窗外黑得吓人。我放下啤酒罐，旧时代结束了，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我走到总控台前，几十块监控屏幕，除了几台自带电源的热成像，全黑了。电磁脉冲来得比预想中更快更猛，这说明城市里9成9没做防护的电子设备，刚才那一瞬间全成了废铁。汽车、手机、电脑、电网，现代文明瘫痪了。我跳出能源监控，柴油发电机组图标亮着，输出稳定，参数正常。法拉第笼挡住了那场脉冲，外部传感器走屏蔽线，并做了浪涌隔离。热成像又是军规加固，独立供电，所以还能亮着。我的堡垒没事。控制台上突然跳出一个新警报，外部环境温度异常，一串红色数字在屏幕上狂掉，25摄氏度，15摄氏度，5摄氏度。我盯着屏幕，这不是正常降温，这是违背常理的暴跌。我切到仅存的热成像画面，镜头下的世界颜色正从代表常温的黄绿飞速变成低温的蓝，再变成深蓝，最后整个画面是一片极寒的蓝黑，负10摄氏度。从初夏25度到严冬零下10度，只用了1小时，而且还在跌。别墅外传来怪声，比雨声更密更沉。我调高麦克风音量，声音像沙粒泼在铁板上，听得人牙酸。是冰粒，暴雪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，镜头里能见度归零，外面只剩下一片疯狂搅动的白。灾难这才刚开头。山下公路上，一辆黑色商务车趴在路中间，像块废铁。车里周恒吼的嗓子都哑了：“操！动啊！你他妈给老子动啊！”他疯了似的拧车钥匙，拍方向盘，仪表盘黑乎乎的，一点反应没有。车废了，窗外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手机也没亮光，成了块砖头。恐惧感瞬间窜上心头。恒哥，我冷。旁边的唐瑶牙齿打颤，声音抖得厉害，车里温度掉得吓人。刚才还开着空调暖洋洋的，现在像掉进了冰窟窿。闭嘴！周恒烦躁地吼了一声，手指已经冻僵了。身上这件昂贵的高定西装，这时候跟层纸没区别。下车，找地方躲。周恒推开车门，夹着冰粒的狂风灌进来。唐瑶尖叫一声，风像刀子刮脸，生疼。周恒在外面站了不到3秒，狼狈地钻了回来。不行，外面更冷，风大雪密，根本看不清路，出去就是个死。恒哥，我快不行了。唐瑶缩在座位上，抱着胳膊筛糠似的抖，嘴唇冻成了青紫色。周恒看着他，眼里的暴躁被求生欲压下去。再不想办法，两人都得死这儿。过来！他把唐瑶拽过来，死死抱在怀里。女人身上冰凉，但好歹有点活人气。唐瑶没反抗，像抓救命稻草一样回抱住他。两人隔着薄衣料，像两只绝望的困兽，互相蹭着那点可怜的体温。别墅客厅，屋里灯光温暖，空气干净，温度恒定。窗外风雪狂舞，世界在黑暗里崩塌。
我把锅里最后一只小龙虾咬碎，慢慢咽下。我拿起啤酒又喝了一口，笑得很轻。暴雪还在下，积雪厚度超过1米，还在涨。没多久，别墅1楼就会被埋掉，这里将彻底成了一座雪中孤岛。茶几微震，是内部改装手机。我拿起来，屏幕上无服务没了，一格信号顽强闪烁，一条残缺数据流强行挤进来。这是军用应急短波网配合地下有线中继的残存通道，才会在全面瘫痪里还能挤出这一次信号。评断：龙渊01，坐标加密，解析：云城地下第7号官方避难所。警告：非标准协议接入，身份识别失败，启动反向追踪。提问：你是谁？我看着那行字笑了，没回。我拿出另一部改装手机，用数据线连上，食指在虚拟键盘上飞快敲击，代码在屏幕上狂闪，接取信号，反向入侵。几秒后，对方频道里多了一行字，不是我输入的，是我用程序模拟的假求救信号，发自一个未知区域。这是个诱饵。做完这些，我切断连接，2部手机全开飞行模式。黑暗丛林里，猎人和猎物的位置换了。我端起啤酒一口干了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